时间。谢谢，欢迎来到超能金星时间。今天来到这个金星时间的嘉宾呢，他有个特别标志性的形象，怎么呢？一个大光头。哎呦，我得问一问，是自然脱发光的呢，还是刮光的呢？人们说他是天才的主持人，我承认。更多人称为他国民的月老，谁呢？江湖人称孟爷，掌声欢迎著名主持人孟非。孟非出生于重庆，12岁时随家人一起迁往南京。作为当红名嘴，孟非的机智和幽默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大家想象不到，曾经高考落榜的孟非也经历过一段非常潦倒坎坷的时期。从电视台的临时工开始，孟非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和天赋，从剧务、摄像、编导一路走来，最终被发掘成为一名节目主持人。2010年开始主持相亲节目《非诚勿扰》而闻名全国，成为中国主持界的一线名嘴。他在想我到底有还是没有呢？你不在的时候，黄磊干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啊！他应该是一个特别爷们儿的人。一样。大家好，我是孟非。金姐好。长得那么扫兴，怎么管你叫爷呢？这个是按江湖地位来的。来，我随便做的没关系吧？你有生的欲望的话，就坐那边。我已经有这个欲望，没有这个能力了。我坐坐这，怎么样？多难得呀哈！哎呦，荣幸啊！不，我一个刚出道的主持人采访一个资深的主持人。我今天来到这儿特别激动，我知道，在各行各业混得特别好的人才能上金星秀，我就一直等啊，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可算是到我了。哎，真是的哈！这个金星秀快1年多了吧？主持界来的第一位就是您。我是第一个是吧？第一个。你没骗我吧？我没骗你，我拿本记上。是吧？对。主持人他第一个来的嘛。我觉得吧，主持人来过我以后就可以了，以后就不要再还是别人，就找一点房地产呐，这些没了呀，搞音乐的呀，没了呀。来，按我的规矩来吧，10问10答啊。好，别啰嗦啊。我就是以啰嗦著称的。光头是无奈呀，还是脱发呀？无奈。为什么无奈呀？脱发。谁掉光了？一点都没有了呀？一点都没有。后边还挺多的嘛。那是假的。哦，你是地中海。哦，是这样的。无奈。怎么你那么啰嗦呢？没有，我看你这边挺多的呀。哎，还带动手的，你当然了，我们这节目的最大特点是动手动脚。哎呀，你开头，待会儿轮着我啊。好了，据说2014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上，内地主持人收入排名第1的就是你，对吧？哦，有意义吗？全中国主持人你挣钱最多啊？不，这不是我说的，福布斯说的呀。那别人爱说什么，这个我有什么办法？没有，调查有依据的呀。这话，中国老百姓能够通过媒体看到很多数字，你都信啊？这话有一定道理，对吧？对吧？好了，网上一直传得沸沸扬扬，说你从央视卫视没有离开了，没有这事儿。没有，哎，说3遍，没有。你主持第一档节目叫《南京零距离》，这是一档民生类新闻类节目，啊，因为这个节目遭遇过什么恐吓，有的是吗？我想想啊，他可能有，多多少少有一点。恐吓你啥呀？你有啥可恐吓的呀？就是恐吓就是你说了人家不爱听的话，他就要威胁你。威胁你用电话呀，还信件啊？不，就是通过人来跟你打招呼。打招呼，小心点儿啊！对。你再说我，明天晚上头发长出头发来，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是吧？OK， 有过这种事情。好了，经常有，是吧？主持人做得好好的，怎么开面馆了呢？人生得想退路啊，对吧？万一哪天就不红了，金星秀也不请我了，谁也不讲，那我还得后半辈子还得指着过一点体面的生活。而且一开面馆开了4家面馆，三家，第4家在计划当中。经营的还不错哈。托您的福还行。什么面？重庆小面。那我到南京咋不请我吃呢？你什么时候来过呀？我去了，你不在，你躲开了呀。我为一碗面，我犯得着专门躲开吗？隧道，那路费也不值。下次来的时候你也一块啊？行。好了，去年年初突然删掉所有微博内容，另开账号，为什么？重新做人。咋的？以前做的太失败了，还是得罪太多人了？对。真假的？真的，老是我一说什么人家就不乐意，就老让我把一会儿让我删掉这个，一会儿让我删掉这个，我恼羞成怒，我干脆全部删掉，全删了。OK， 加盟东方卫视什么4大名著？对，
哦，这节目是你做的呀？你好像很有意见的样子。没有，我做的可以吗？也可以做一档节目吗？可以啊。哦，是你做的呀，我可算逮着你了，对吧？没有，我以为是一位读书的栏目呢。他们都这么理解的，对呀因为我长得比较像读书人。一档什么节目？是一档这个也算是真人秀的一档脱口秀节目，就是但不是一个人啊。出去，敢在东方卫视做脱口秀？四个人，我们四个人一块啊，4个人，我们4个人一块顶不上你一个人。这话我愿意听，喝点茶水。在我的地方敢做脱口秀？没有啊。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节目呀？我就是做那种服务类节目，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谁都保不齐碰到什么不痛快的事儿。我们呢就是请那些碰到各种不痛快的事儿，大家听上去还挺痛快的，你就来说给我们听，让大家痛快一下。哦，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反正我们也是不是我们都能解决的，我们这种人也说不出什么心灵鸡汤的话，但是呢，你有什么倒霉的事都说出来，大家其实还挺开心的。就是解决烦恼的地方呗。哎，对啊，不能不能解决这我不一定啊，不有的能解决，有的解决不了，那也没办法。但你这个烦恼来源从哪儿来呀？哎呀，你看看微博上天天都是吐槽的，还怕没有烦恼啊？不是，孟老师，我有个烦恼，你看能不能帮我直接4大名著一下吧？他可以有烦恼吗？可以有烦恼。你来，孟老师，其实我说句实话，我烦恼特别多。我现在你摘一个好解决的说。行，我摘一个最好解决的。我现在你肯定能解决。我现在呢一直跟着中国最狠的一个女人的身边，然后这个女人呢特别红，然后呢我是做她的小弟，然后我也想红，但是她太红，我想把她撬走，怎么撬都撬不走，你说怎么办？你给出招。孟老师，我相信你，孟爷。这个事你给我点时间好吧？没有时间我现在还坐在人地头上呢。是啊，你考虑一下这个实际情况，对吧？给他支个招，我们专门拿出时间来解决你这个问题。特简单。我们专门拿出时间。这个招这个特别简单哎，把他先支走，你坐那儿。就是把你我来当小弟。对呀人家你刚才都说叫孟爷了，那我是这会儿奶奶呀。对呀，金奶奶嘛。对呀，听爷爷奶奶讲过去的故事。可以有这个。好了，问题问完了。说你就完了，再来10块钱呗。别着急，后这个一本呢，我好多问题呢。听说你从小干嘛呢？语文成绩接近高考状元，其他加起来还不到100分，就语文好。也没有其他都加起来，就是数理化3门加在一起，加起来不到100分，逼近100分。逼近100分，就是平均28分呗。我没算过平均，没算过有那30几的，有10几的，就语文好。对，我知道你混到了电视台，电视台干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干临时工呗，就是你看厂工干的活都干呗。啊，干嘛？那哪个契机啪做主持人了呢？是那天主持人病了还是怎么的？也不是，就是我们台好多年以前要上一档新闻节目，我们当时的领导特别有魄力，想来想去不能老用这些人，用来用去一个也用不红，对，得换人，好就想看着我了，一下就成功了。你的眼睛很真诚，是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眼睛很真诚，不是我，如果让你播新闻嘛，我会相信。是我经常连自己都相信。哎，我今天发现一个问题，你跟我聊天哈，嘴角挺正常的，你为什么在《非诚勿扰》里嘴是歪的这么说话？因为我跟你说话我特别自然，我一个人说话我就紧张。哦，真的吗？对，我看你在《非诚勿扰》上是蔑视那些女嘉宾呢，还是蔑视那些男嘉宾呢？老嘴歪的，咋回事啊？不是，我不蔑视人的时候我也会那样，就是紧张就会那样。你是紧张型吗？我是。啊，真的。我上台之前尿了4、5回了。那是你肾不好。我们聊点上半身的事，可以吗？没问题。好，我们现在聊上半身。妈太闹腾了。哎，不是，但是我很好奇啊，如果孟老师在这个电视台第一个工作是，比如说搬道具、场工之类的，那凭什么领导一下就慧眼识珠？哎，这个搬道具的你去主持吧，这不可能吧？太快了吧？对呀，也有那明白事儿的领导，也有不乐的领导，知道吗？就像我挖掘了你，对吧？你看，你还不满意，对吧？就是啊。哎，你觉得两个类节目，一个南京的零距离，还有一个《非诚勿扰》，哪个节目更适合你孟非？都可以，我是属于放在任何地方都能闪光的那种。别夸，是因为发型的事儿吗？对，照相是吧？我也不管在哪儿，反正都有人能看得见我。但你长得挺面嫩的，跟你的实际年龄不像。我就是属于10几岁的时候就像30多岁，自来劲儿。到40多岁的时候还是这样。突然说他女儿都上大学了，我说凭什么呀？我以为你女儿还在小学呢。
我也是不懂事儿，我也是懂事儿早，哎，我就那个什么了。结婚比较早哎， ，20几岁当爹的我算一下好吧。啊，算一下，你数学反正不好，算一下。香港回归的前一年， 96年，这他都知道。 96年，他知道的多。 96年你多大？我25。你不86年生的吗？你是在百度哪？哎，但孩儿他妈是你原配吗？一直是就这一个。是你第一个女朋友，第一个老婆，不是吧？就从我就交往过这一个女朋友，然后就变成我媳妇儿，变成我孩子的妈，就到现在。到现在，对真的呀，初恋啊，怎么界定初恋？就是这个女人是你第一个谈恋爱的对象，然后变成了太太啊，变成对，真的啊？对，就是我在上小学喜欢我们隔壁班一个女孩，这个不算。哎，这不算，这啊，不算，那这不算，那就这个，这是同学吗？你们俩？对啊。中学同学，大学没上过大学。你不说这个会，对不对？就人谁还没点小秘密，对不对？是哎，说出来痛快呀！啊，同学。对。但是好像是我听说呀，江湖传说，在他最落魄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女孩倒追他，打动他了，不可能。是不？他每期都在吗？这怎么不在？挺烦人的哈。可不可以偶尔有一两期不在？可以。其实我们那会儿也算不上谁追不追，就是感觉好像就约看电影、约吃饭，就这么不，那时候没钱吃饭，对呀就是去看电影、逛马路就瞎聊，然后就喜欢，就很顺其自然的就那个什么了，就好了。所以现在我经常那《非诚勿扰》节目里边有些年轻人说的话，我真听不懂。我就憋的时间长了之后，我也难免有的时候到了我极限的时候，对呀我会飙他们一下。经常来一些人，有事没事说，我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我来了，你在哪里？终于有一天，我把那小伙子我说，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啊，恋爱我懂，对，什么叫轰轰烈烈？你跟我描述一下。在我的理解当中，轰轰烈烈不死个把人，对，他都不配叫轰轰烈烈。对呀。你好，恋爱嘛，我喜欢你，你喜欢我，约着逛马路、买东西、吃饭、旅游，我给你拍照片，这很正常的。这是那怎么叫轰轰烈烈呢？就是你把我折磨得你死我活的。就是小时候看那个台湾电视剧里边马景涛老师主演的那种。对。哎呀，这太累人了，这个。你没有过？没有。所以你保鲜保得很好，没皱纹。你写了一本书《随遇而安》，是有感而发呢，还闲着无聊呢？不是闲着无聊，是我经纪人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因为真的他什么事都要问我。对呀。他要不然怎么叫经纪人？对呀。他这一辈子就一件事没跟我打招呼。就这本书。这个书。他是在我39岁那一年，他说人生40岁挺重要的。对。他说要送给我个礼物。我还挺期待的，40岁一个礼物。他就去跟那个出版社说约好了，等那个出版社找到我都吓我一跳。说约了一本书，要我在几月份之前交稿。然后我就问，我说这是你送我的礼物啊？啊。不要我自己写啊。我以为他找人弄好了，出本书我一拿着特牛什么书，哎，就写落着我的款，还要我写，对，还要我天天写，他是送给我的礼物，对呀，太会做人了，多瞧不起你啊！我说以后这样，我约好，你别没事送我礼物好吗？你想太累人了这个，那也卖的挺好的，也嘚啵啥了呀？什么挺好的，一般吧。就是这个书刚出来的时候，头2个礼拜，也不是3个礼拜，在全国所有的图书排行榜上排第2，第1是乔布斯。然后我一个朋友说，你看看，乔布斯为了排在你前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想算了，不要计较排名这些事儿，对不对？有什么意思？现在跟老婆生活了20多年了吧？哎，有没有养了几次了？7年一养，7年一养。没有。你真没养过？真没有。每天《非诚勿扰》5年了吧？4年了，5年了。马上是6年了。6年了，天天美女如云在那晃来晃去的，中心怎么把握住的？这个，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懂了。你有在银行工作的朋友，你问那个出纳，他每天数那么多钱，他把哪张带回去试试？他每天数那么多，你哪一张也不是他的。但是他沾过吐吗？沾一下手。没让你带回家呀？这也是作死。那些女孩脏啊那个吧？哎，那个女孩每天看时间长了之后啊，就是我越发的有一种自己往德高望重的那条路上去了。
就那个《非诚勿扰》女嘉宾，有的真挺可爱的，有的真烦人呢。那天他让我上他的《非诚勿扰》，我说咱们改个规矩，女嘉宾站那不许超过12期，12期一定让她滚蛋，对吧？咱们算了一下，12期60个男嘉宾还没看上你的话，这女孩也有问题的。你老挑别人，我也伺候不了你了。就是啊，虽然我们是做服务类节目的，就是啊，对啊，我上80个菜你都不满意，那就是啊，你换别家吃去吧。就这个道理。你是个脾气比较急的人吗？分跟谁了？跟你在一块就不急，真的吗？因为你比我还急。快人快语的孟非在节目中常常给人睿智风趣的印象，与朋友聊天随性有趣，谈笑风生。作为一档知名相亲节目的主持人，孟非自己的感情和婚姻生活却是真真切切地遵循着平淡如水、平淡是真的8字真言。他与妻子是中学同学，从初恋开始，一路相携走过风风雨雨的20多年。对于婚姻的感悟，孟非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见地。你想怎么过都是一辈子，对吧？对我是这么想的。我小时候我听说我有2个叔叔，那个年代买个冰箱是家里边一件大事。是的，是的。好些人去参谋，就是家里边要添置个大家伙跑着去。我有一个叔叔的，就是有特别缺心眼那种，看这行就是大商场嘛，就这个，我就带这么些钱，就这个合适拿走。我另外一个叔叔挑了拣了换了有8个，人家那儿一共就有8台冰箱，他都试了一遍换了一遍，挑了一个回去。我第一个那叔叔的冰箱用了一辈子都没坏过，我那叔叔1个月就换了好几台，全坏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是说你经过了那么多挑选之后能够挑选的，你的幸福度就会一定更高，并不是这样的。我个人的对生活的理解，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没有什么对错的。导致婚姻的不是爱情，爱情只是当中的一个因素，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你看看你们身边，你们想想你们身边最近结婚的那些人，有多少是因为说我爱你爱到不行了，我们结婚，其实到最后都是因为合适和习惯这2件事情导致的。爱情是你想要什么样的人，婚姻是你需要什么样的人，这个是2回事的。前一段时间我在外边演出，在拍戏嘛，15天没回家。昨天我打电话让我儿子去接我去，到了晚上时候，我先生跟我说了一句话，说的，其实你今天回来，我有点不高兴。我说为什么呀？他说的，原定的是你告诉家里人你提前20号回来，但你是昨天21号回来的，我们全家都等着你吃晚饭，你晃了全家一下。你是提前了还是推迟了？我晚了1天。这个出差啊回家的事，他不说这个我也想不起来。我觉得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你要推迟回家可以，就说20号回家，结果有事儿，21号、22号这没事儿，千万别提前1天回家。为什么呢？好多悲剧都是提前1天回家。而且不说。我在节目里经常发现，我有3段感情，第1段是怎么？第2段提前回家。我提前回家了，一开门，我说你也是做人诚信吧，说哪天回家就哪天，提前干嘛呢？那个迟到也不能提前。对，你在外边玩2天会死啊。对未来的女婿有什么要求吗？这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是说我们自己会想象当中那些事儿，到时候等到他去谈恋爱的时候，真由不得你。但是我想，如果你女儿有个性，她找了一个男朋友吧，从哪个角度都是你最讨厌的，怎么办呢？少来往呗。那还有什么办法？他死乞白赖要跟他结婚，那我拦得住啊？你会不会拦呢？不会，我们多知趣啊，不会干这种事儿，拦不住，还到最后还弄得不愉快。那你看到，也许他现在只是爱，疯狂的爱，过不下去，你不提个醒啊？我倒是觉得可以表达一下对这个事儿的看法，但是我特别想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所有的父母，我看到过太多的家庭不幸，其中有一个特别有共性的是，做父母的，就是我无论是男方的还是女方的，上一代人对下一代的婚姻介入的越深，子女的婚姻幸福的可能概率就越低。所以基本上在这件事情上，除非他问我要我发表意见，我也许会说我的想法；他没有要我发表意见，我都不会说。
这个是个明智的选择，但在咱们中国文化当中，70%-80%的家庭参与太多了，所以中国孩子的婚姻都不是2个年轻人的事了，是2个家庭的事儿了。中国的父母介入子女的婚姻，他感觉就是理所当然的。哎，他觉得他自己是董事长。对，现在的孩子结婚有多少全是自己掏钱的呀？当然也有，更多的买房、买车、装修房子都是爹妈掏钱。对。我出资，我就是董事长，对，就得听我的。你领回来的媳妇儿。你结婚，老子掏钱，知道吗？对，你不听我的，听谁的？是。好，你有种你自己掏钱，你就不用问他。对。既然我出钱，所以你领回来的得我认账，我同意你才行。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在这个事儿上得有点出息，有点志气呀。对呀，自己挣钱完再娶媳妇儿嘛。对。指望爹妈。我跟你说，你都没钱能娶到媳妇儿，那牛。对。像小南这样的。是。他对这个话题特别兴奋。他是什么情况？有女朋友？他都当爹了啊！呀，看不出来保养这么好。啊，还行吧，40岁。我老婆当时跟我就是我1分钱没有，旁就嫁了。对他老婆，他老婆养着他。他吹牛吧？真的不吹牛，他老婆学历也比他高，什么都比他高，个也比他高。对。祝你们幸福。我特别羡慕这种人。孟爷爷快啲嚟包哦！我来了，各位嘅朋友，大家好。孟非跨平台首秀，4大名著灵动健憨向苦恼开战。孟叔叔真的很会说男女关系，奇葩一文让人大跌眼镜，太会玩了。这样生了我不去可能来不及了。4大名著帮你一笑泯千愁。4大名著是你开发的节目吧？我们团队开发的。我哪会开发节目啊？那3大名著谁呀？ 1月7号首播的时候是你特别熟的王祖蓝，那是我派去的。谢依霖，hold 住姐，hold 住姐。哦，hold 住姐 ，OK。你说 hold 住姐，我知道，说谢依霖我不知道。尉迟琳佳。哦，尉迟琳佳，哎，凤我知道凰卫视。尉迟琳佳。哎，对。那个嘴茬子很厉害，非常棒的一个。尉迟琳佳是他的艺名还是本名啊？本名，姓尉迟。他说我姓尉迟，就是我的英文名叫 SPA， 他每次这么讲。他说我有个很洋气的名字叫 SPA。很棒的哦，1月7号首播了。对，周4，每周4晚上。就是这个时间段。咱俩成一个账号里的战友，有点意思吧？4大名著，哎，你现在可以生2胎了耶。你传销这个有瘾是吧？不是，我听人跟我说的，你一天到晚传销2胎，你是传销完了跟有地方领钱是吧？中国2孩代言人。没有，我是个催生婆，因为我是个特别喜欢孩子。等会儿，我发现我跟他是在一个产业链上，我负责他们结婚，然后他就负责让人生完了来2胎。哎，你是我的下游产业。就是。哎呀，好了，哪天到你的4大名著咱逛一圈呗，我带一大堆烦恼过去。你带一个你自己的就行了。真的吗？可以啊，看他们能解决不解决。我觉得这个4大名著里边有一个环节我特别喜欢，就是我就觉得我们每个人根据不同的性别，受不同的教育，在不同的家庭，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我们对有些事情的判断是有非常主观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听到比如说个什么事儿，在我看来这就不算事儿，对。或者我觉得哎呦这个事儿还挺严重的，那只是我个人的判断。你知道别人怎么看吗？不知道。所以那个4大名著里边，我们来过几个把自己的烦恼说完了之后，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替代观众做判断。是的。我们现场有200个观众，拿遥控器投票啊！你把这个事儿说完了，就我们有个女嘉宾觉得胸比较小，她很苦恼。完了之后，大家觉得是不是？投票一投出来超过100的，你这个才算烦恼，不到100你走吧，你这个就不是事儿。哎，你们4位承担什么责任呢？我们是来信，每个人都会念那些信。像我们有个那个 hold 住姐嘛。hold 住姐对啊。那个胸小的那个信嘛，就是她来念比较合适。对，就是啊。那男嘉宾有什么问题吗？难以启齿的问题问到没有啊？你感兴趣哪方面了？哪方面都感兴趣。有一个男的，他一个朋友特别抠门。抠到什么程度？就是特别节省，他每天早上啊，人一起床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他早上起来的第一泡尿就得憋到单位去，他不能在家里边用水。这北京人啊，北京人哎，他买了一辆5手也不知道6手的车，然后他每次加油啊，开到这，他加20块钱。
我说人让你加，我认识家门口的熟加20。我说为什么加20不是15，不是25呢？他说我把我这一天要去的，他绝对不会为一件事开车出门，他要攒5到6件事，开一趟车把这事儿都办了，然后他把路线算好公里数，然后包括回家正好20块钱够了。哎呀，还这样然后感人啊然后这车呢，他开了3年，开了5年，没修过，一共也没加过100-200块钱的油，然后他后来把它卖了，还挣了7000块钱，落了一个北京牌照，叭点开7、8个网页，然后啪把网断了。这个把生活都给榨出水来了哈。他们家的手机，这个 Pad 从来不在家充电，他们家有3个充电宝，他每天到单位就把这3个充电宝给充上。我说你穿的这条裤子，这裤子80-90块钱，我买了回家，我老公骂了我3天。你比想象更超能，超能金星时间由天然椰子油生产的超能洗衣液冠名播出。金星时间指定医疗美容机构美莱医疗美容医院全球医美专家定制美丽。现在是金星时间，正好20块钱够了。哎呀，还这样感人啊然后这车呢，他开了3年，开了5年，没修过，一共也没加过100-200块钱的油，然后他后来把它卖了，还挣了7000块钱，落了一个北京牌照。那他开了3年车没开出500公里。他说他家住在北京的3环和4环之间，他活动的区域就没超出过5环，然后他们家。他的上网他从来他要上网，他是这么算的，他就问那个移动不知道联通什么，你问1个月最低多少，他就报那个最低的，如果最低是20，他就20。然后呢，他上网，他要看，他叭点开7、8个网页，然后啪把网断了，然后慢慢的看，他不能挂在网上看，是不是？妈呀，还有这种奇葩！他这个人是单身吧？没人跟他过日子吧？他把他媳妇儿和女儿都带来的。然后呢，他一般到了月底，他每天都监控流量用了多少。到了月底还有没用完的，他会在比如从这个月30号，他从27号开始，他就进入这一个月的包月的倒计时，他不能浪费啊。他如果还有1天那个流量没用完，他晚上不睡觉，他也挂在网上，把那个流量给他挂完了。这个把生活都给榨出水来了哈，就那个每一分钱给他用的榨出汁儿来了。他就是这么说的。我不是缺钱，他家日子不困难，他在北京有房有车，对啊，还有老婆有孩子，他们家的手机，这个 Pad 从来不在家充电，他们家有3个充电宝，他每天到单位就把这3个充电宝给充上，充满了之后下班回家了，下班回家绝了，奇葩哈！哎呀，奇葩人生。我们问过他老婆，我说你1年能花多少钱？我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要花钱。你是个人总得用钱，这大概1年花多少？1年，8、7、8、900，反正不到1000块钱。1年在北京，1年在北京。然后我说你穿的这条裤子，这裤子80-90块钱，80-90啊。他说我买了回家，我老公骂了我3天。他也给他老婆买东西，但是他定的规矩是，花钱必须我在场，我不在场不行。这也难得哈。但是他们2口子一脸幸福，他们生活了好多年。哦，那挺好的。如果就是要匹配，如果这2个价值观统一的话，无可厚非。这2个是可以在一起生活的。如果这2个不比，那2个互相折磨。这就是我们第1期4大名著的节目。哎呦，我跟你说，他好，要看特别好看。这个投诉第一个就是他这个朋友实在看不下去了。实在看他过到他们家就晚上一敲门，黑灯瞎火的，我说你们家不开灯啊？开着呢，你瞎呀？你看5瓦的灯。然后他说你干嘛？他谈事儿。他说你要这么亮他干嘛？你要干嘛？他说我有手电筒啊，有手电筒，你要看什么？我给你找。他说你开那么大不浪费吗？他的手电筒不要钱啊，那电池不要钱，电池在单位充电呢。奇葩哈，奇葩！你们等着看。预祝你的那个4大名著收视取得谢谢标好成绩。
很好玩，这个很好玩。来，掌声送给这么一个聪明的大脑啊！聪明的大脑，有个儿，有东西，有东西，有东西。谢谢，来，谢谢。还有这个。金星手，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掌声有请金星女士。谢谢大家，欢迎来到超能金星秀。前段时间啊，我看到一条新闻，挺有意思的，说是啊，一架从巴厘岛飞往夏威夷的航班上，有个台湾的产妇突然临盆。当时呢，飞机上正好有个医生，就去帮忙接生。结果呢，医生在那边询问产妇身体状况的时候呢，这个产妇倒好哈，憋得满头大汗，却只问医生一件事情：医生，飞机有没有飞到美国领空啊？旁边的空姐说了，还早呢。结果那个孩子都已经冒出头来了，产妇居然用力给他塞回去。真的假的？头一回听说生孩子还带返厂重修的呀。最后呢，这个产妇呢还是没能坚持住，在飞机上就把孩子生下来了。生了个美国娃。没有。当时距离美国领空还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回头台湾媒体这么一调查呀，发现这个产妇已经是第3次这么干了。前2个呢都在美国生的，只可惜啊，这次老3没那么幸运了啊。没过几天，她就被遣返回来了。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就在想，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女人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孩子生在美国？移民的诱惑真的那么大吗？说起来呀，移民也是这2年我们国内一个很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移民生活是不是真的想象当中那么美好呢？今晚这期超能金星秀，咱们就来好好说一说移民那些事儿。欢迎来到金星手。你比想象更超能，超能金星秀由天然椰油生产的超能洗衣液冠名播出。金星秀指定医疗美容机构美莱医疗美容医院全球医美专家定制美丽。说到移民啊，最常见的、最省力的一种方法就是涉外婚姻。这方面呢，金姐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家就有这么一个老移民，谁呀？汉斯呗，一个外国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不为名不为利，就了让自己中国媳妇儿骂。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病？别闹啊！我家那是1家2制，我拿的中国护照，汉斯拿的是德国护照。要说我们家呀，真正通过婚姻移民的还是我姐姐。我姐姐在美国读完书以后呢，进了日本公司，跟着呢嫁了个韩国裔美国人，顺理成章成了美国人。嫁给美国人后呢，我姐本来以为啊，就是从此能过上美剧里的生活。结果没想到，却从此过上了韩剧里的生活。韩剧也挺好啊，长腿欧巴爱洗澡。那是现在的韩剧啊！我姐还生活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韩剧里边呢，婆婆媳妇天天吵。哎呀，要说这韩国姐夫啊，家是这个样子，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在上头还有一个韩国婆婆。她那个韩国婆婆呢，说起来也是一个蛮厉害的女人。年轻时候呢，丈夫呢就很早就去世了。在我姐夫2岁的时候呢，她妈妈一个女人带着3个孩子举家移民夏威夷，一个人把3个孩子给拉扯大了。妈呀！姐，我跟你讲，这不算啥。我认识个东北女人，真的没结婚呢，自己养3孩子，带着3孩子找了个德国老公，干得漂亮，真的。闭嘴吧啊！不说我们是不是啊？只可惜啊，
我姐姐她婆婆虽然移民了美国，但教育孩子的那一套却还是那种老派的做法。你比方说啊，美国人呢不都是独门独户吗？18岁以后全独立门户了。韩国裔美国人可不是这样子的，他们都住在一起，一家人住一栋楼不算，左邻右舍也都是韩国人。你就闭着眼睛在街上走啊，你都知道了，走到了韩国街。为啥呀？为啥呀？一条街全是泡菜味儿的。那是啊，泡菜香不怕巷子深呢。我姐姐家和她婆婆家住在一层楼上，所以呢，婆婆时不时得来串门儿。说是说串门啊，其实啊就跟领导下基层检查一样的。她婆婆串门的时候呢，可好玩了，每次啊穿的都是雪白干净的袜子，讲究。是挺讲究的哈。但是只要她婆婆一进我姐家门，就跟那自动吸尘器一样嘛。现在我姐家各个角落里头，蹭那么一圈，走完了以后发现袜子上有灰了，就说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袜子都脏了，先把地板给我擦干净了啊，然后把我的袜子给我洗了。啊，真假？当婆婆的不带这么玩的，她是不是有洁癖啊？说什么？给我说中文。我说的是中文呢。我说真的假的？当婆婆的也不带这么玩的，她是不是有洁癖啊？这个我得给你鼓掌。你小弯拐的还挺像韩国话。没有，那个韩国婆婆就是爱清洁。姐，我跟你讲，她就是没有来我家。来我家怎么的？来我家穿着袜子在地上走，啊，袜子都脱不下来的。那韩国婆婆就说了啊， 진짜 너무 집에 들어가면 딱딱이 한국 모습을 받아야지. 새끼들이 깨끗하게 청소하게 되었다. 아, 나啥意思啊？那婆婆说了，既然嫁到别人家里来，就要守人家里的规矩啊。早晨起来把那个家里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我的妈呀！哎呦，类似这种事情啊还有很多。你说我姐一个双高女性怎么受得了啊？哪双高啊？ 高职高薪呗。哦，我还寻高血压、高血脂呢。我姐姐呢，当时是一个日本化妆品牌的北美大区的一个代表，不管是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比我姐夫高。我姐夫这个人呢，挺实在的啊，乐呵呵的，没什么意见。可那个韩国的嫂子啊，就那个大姑子受不了了，整天在我姐夫耳朵边唠叨。你看，叫你不要娶个中国媳妇儿吧，逢年过节连个泡菜都不会做。啊，那边呢，大姑子也来看着，哎呦，弟妹整天在家外面应酬什么呀？怎么就不想好好在家伺候老公呢？全是哒这样。刚结婚那阵子，我姐的日子真的好难过，每次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啊，说着就哭了。那个时候我就劝她，我说的姐，哭没用，你要分析。首先，我姐夫对你好不好？啊，我姐说了，他对我不错。 要不是看在他的面上，我早就跟他们家人翻脸了。我说那好，你先想办法把姐夫给争取过来。咱老金家的人凭啥受他们韩国人的气呀？对吧？要说我姐呢，在关键时候还挺硬气的，听了我的话，一不做二不休，老娘不干了，离婚了，把工作辞了。不过呢，辞之前呢，我姐对我姐夫说了。 让我做家庭主妇可以，但有一个条件，为了咱们的孩子，我必须搬出韩国街，分家。哎呦，这回我姐抛出这个杀手锏，可把事情给闹大了。分家的时候，那个婆婆呀，不在那一直干嚎啊，你们搬出去当过，不是丢我老人的脸吗？左邻右舍怎么看呢？我那姐夫的哥哥呀，也板着脸当面训斥他弟弟。当初就不让你找一个中国女人，你不听，弄成这个样子，你可真是孝顺的儿子。都来了。 结果呢，我姐夫表现得还相当出色呀，硬着头皮还是分家了。但是我估计啊，我姐夫其实早想搬出来了，只是碍于自己小儿子没办法。回头他们把家从纽约的法拉盛区搬到了长岛区，而我姐呢也专心当起了全职主妇。后来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事实证明是什么呢？只要是姓金的，在哪儿都发光。哎呀，姓金的呀，不仅能发光，发起飙来还能给他一耳光。没错，用实际行动给质疑你的人一个狠狠的耳光。就像我姐似的哈，后来她把2个儿子培养的特别的出息。她本人呢，虽然不工作了吧，哎呦，
牢牢把持着家里的财政大权，这面炒股，这面又炒楼的，把家里经营得红红火火的。跟他们一比呀，曾经排斥我姐的那个大伯子也好啊，大姑子也好啊，倒是过得逊色了不少。那年呢，我带我的舞蹈团去美国演出，我姐夫呢特热心，每天开着车定时定点大包小包的包来给我们舞蹈团送吃的，看有什么，有泡菜，有年糕，还有泡菜炒年糕。见了面以后，我就调侃他说：“我说，哎，姐夫，现在家里你说了算吗？啊，你买那么多东西，姐知道吗？花那么多钱。”我姐夫嘿嘿一笑，说的：“不，还是你姐说了算，她给我留点零花钱，够我打高尔夫就行了。”哎呀，你看哈，像样。跨国婚姻当然是最快捷的移民方法，但假如没找到心仪的老外，又特别想移民怎么办呢？哎，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中国留学生当中就流行了一种更加便捷，但不合法的移民方式，那就是假结婚。姐姐，我不是在80年代末到美国留学吗？当时我们那波美国的留学生当中呢，通过了假结婚移民的现象就特别的普遍，真的。怎么个普遍法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吧，就跟现在咱们国内假离婚买房子的人差不多。当时跟我住在一起一个美国的一个中国女留学生，也是学舞蹈的啊，家里呢有点钱。她在那个费城大学毕业了以后呢，就想和她的男朋友一起留在美国。但你想啊，一个学艺术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本来就不容易找到工作，眼看着签证要到期了，还没想到怎么办才能留在美国呢？最后逼急了，没办法，就想到了假结婚这招。他找到了一个自己舞蹈团的一个美国的男生，然后说：“哎，咱俩假结婚吧。你看我现在住的公寓这么大哈，我给你一间房子，我和我男朋友住另一间，对吧？这样一来，你有房子住，我也能拿绿卡，不是挺好的吗？”那个美国同学本来就是个特铁哥们儿、男闺蜜，想行。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就和他的美国同学去纽约市政厅登记了。她男朋友还在旁边陪着他俩去当证婚人呢。哎呀，哎呀妈呀，这男朋友心也是够大的，还当证婚人呢。不光当证婚人呢，还得眼睁睁的看着他女朋友和他的未婚夫两个人宣誓，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两个接吻，关键是还不能哭丧着脸，还得在旁边猛着热情的鼓掌。这心不大能行吗？登记完了，哎，3个年轻人就买了个冰激凌，在纽约的市政厅门口吃上了。一边吃一边还哈哈笑呢。哎呀，没想到我们刚结婚，我们就一家3口了，还挺开心的。在他们看来，一切都好像开玩笑似的。但等到进入了申请移民的环节的时候，这个玩笑就不好玩喽。90年代初，美国有部著名的电影叫做《绿卡》，德帕蒂约演的，说的是一个法国人想通过假结婚骗绿卡的故事。我那个朋友的经历啊，跟那个电影里面几乎是一模一样。想拿美国的婚姻绿卡有那么容易吗？等他的申请档案被转移到了移民局以后，美国移民局就开始了一系列苛刻的调查。那段时间呢，我那个女朋友整天嘴里整天在背东西，背那个 GRE 啊？什么呀？还托福呢？没有，她在那背什么呢？那个美国小伙子妈妈叫什么名字？他爸爸叫什么名字？家里养的狗叫什么名字？然后最要命的是，移民局还要突然家访哈，突袭你的家。首先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住在一起，同时还要问一些问题。有的问题就很简单了，比如说你们家里装了几部电话机，卧室的门朝哪个方向开，你配偶有几套西装？那只要嫁给我合适啊。我就1套西装，真的。有些问题啊就比较夸张了。你的配偶睡觉打不打呼噜？他今天出门的时候穿的内裤是什么颜色？这也太难，我估计连我老婆都不知道我。原本2个并不熟悉的人，要了解对方很隐私的问题，他跟我说，当时他不知道多尴尬呢。更尴尬的是，他和他的美国同学时不时的还得在楼道里假装特别亲热的拥抱，秀恩爱给邻居们看，因为移民局还会调查邻居的，别提多难受了。哎呀，那关键她的男朋友还得旁边给他们鼓掌。哎呀，修得好，修得妙。那倒没有，这样的日子维持不到半年时间，结果她男朋友先崩溃了，提出了分手。他这一分手，我这女朋友也伤心欲绝，很快就回国了。那绿卡最后吧也就没申请下来，也就泡汤了。明白，她的男朋友是
鼓掌鼓崩溃的。没有，不是的，是出现幻听了。怎么讲呢？这个半年里来，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突击检查，所以只要一听到门铃声，她男朋友就紧张，以为是移民局上来调查来了呢。然后呢，就下意识地从床上蹦下来，穿了个内裤，迅速地从窗子旁边防火楼梯爬下去逃掉。她男朋友最后跟她分手的时候啊，是这么说的：“亲爱的，我们当初好好的一对恋人，怎么为了一张绿卡变得跟偷情似的呢？我不知道你到底记没记住那哥们儿的内裤究竟是什么颜色，但现在整栋大楼里都知道我的内裤是什么颜色了。”跨国婚姻呢是上个世纪中国人移民海外的一种方式，但估计啊是有些移民玩这个假结婚玩的太过火了。现在美国人对跨国婚姻查得特别的紧。那现在流行什么呢？赴美产子。这赴美产子有什么好处呢？给美国人当爹。这个话你说对了啊，没错。美国宪法修正案里有这么一条，说的是，任何在美国本土上出生的孩子，生下来就是美国公民。哎，所以咱们不少同胞啊，也开始注意到这条途径，就跟沈南说的一样，想尽办法给美国人去当爹。不过呢，我们不常说吗？投胎呀是门技术活，海外生子呢也是一门技术活。下面给大家讲这个真事儿啊，那故事说起来挺悲催的。这故事是听我那个李姐说的，大家还记得吧？就前面有期脱口秀里我说过那个在洛杉矶开中餐厅那个李大姐啊。就是那个50多岁自己离婚了，然后自己给自己净身出户那个呗。对，就她。那天我跟李姐聊天，不知道怎么就聊到在美国生孩子的事儿。哎呦，李姐告诉我说，前2年在他们洛杉矶那块儿啊，中国产妇赴美产子的生意可红火了。她身边有不少刚移民过来的东北老乡啊，看着眼热呀，都纷纷办起了月子中心，一度还想拉她入伙呢。最早那阵子，美国月子中心广告打得可漂亮了，什么给我20万，还你一个价值980万的美国宝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去美国生孩子，只要给20万左右的人民币，从订机票到提供月嫂、司机、医生，甚至安装中文电视，给孕妇做短期的英语培训，办理护照，一条龙服务。等孩子大了，就能进美国名牌大学，等于节省了好几百万的留学费用，多好啊！啊，还有更夸张的呢，说什么呢？你知道吗？今天生个美国娃，明天就是奥巴马。真会打广告哈。可实际情况是这个样子吗？李姐说了，最开始因为赴美的中国产妇少啊，月子中心条件还算不错。可后来中国产妇一多呀，情况就不对了。最夸张的时候，一个2层楼的小别墅能挤上上百个中国孕妇，跟咱们中国国内那个群租房似的。啊，孕妇住的是小隔间，吃的是冻水饺，什么中文电视啊，什么英语培训啊，想都别想。啊，说这孕妇不能看电视，也不能上网，闲得无聊啊。于是乎，你就看到了一堆一堆的来自中国的大肚皮，在社区门口、马路上边上晒太阳、唠家常。哎呦，那个场面可壮观了。哎呀，大姐，你那个预产期还早呢，咋不抽空到墨西哥玩一玩呢？去那地方干啥呀？那个，万一早产了，生个墨西哥娃娃咋整啊？按理说，美国人对于外国人赴美产子这件事情嘛，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的，可禁不住月子中心那些贪心的老板嘛，偷税漏税、骗低保，还骗福利。到后来，附近的老美邻居也受不了了，纷纷举报。终于，美国的税务局、移民局、消防局集体出动，对当地多家月子中心进行突查。前几年不有部电影嘛，汤唯演的，叫什么《北京遇上西雅图》啊？电影里那段描写就当时那个场景，挺写实的。来，咱们来看一下。哎，干什么呀你？哎 Any problem? No, sir. Any problem, ma'am? No. No. 这种月子中心都是违法的，可能被人举报了。突
搜查的过程当中啊，前面有敲门的月子中心的老板呢，就会从后门偷偷的把孕妇转移到别处去。可是，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哎呦不巧哎，有一个孕妇啊，因为受到惊吓早产了。这好不容易生下个孩子，那个中国妈妈流着满头大汗呢，很幸福的握着旁边那个小护工的手。我说：“哎呀，不管怎么说，终于生了一个美国人。”结果那个中国护工小姑娘说的：“姐，你的孩子不是在美国医院生的，也没有美国护士接生，没人证明他是在美国生的，办不了护照的。”妈呀，20万白花了。是啊。都想当美国人的爹是吧，沈南？啊，美国人的爹是那么好当的吗？那当干爹行不行？闭嘴吧！金姐呢是鼓励年轻人出国留学，但说到移民，我觉得还是别一时头脑发热，要结合自己的人生规划，衡量考虑自己适不适合真的走移民这条路。这方面呢，有些老移民呢其实是有深刻教训的。你好比我有一个移民英国的姐妹儿，前2年因为跟老公闹离婚，还专门到我这儿哭诉过。姐，我发现你有一个特点，咋呢？但凡是你姐们儿就得出事儿，但凡是你姐们儿一出事儿就过来找你哭诉。我发现找你啊，比找那个什么婚姻咨询师还好使，关键还是免费的。主要是免费。就是，我那姐妹儿什么情况呢？她年轻的时候啊，也是我们国内一个某歌舞团的民族舞的一把交椅啊，那舞蹈跳得好着呢，出演过1、2部古装舞剧。不说大红大紫吧，至少在国内小有名气。可不知道为什么，90年代初突然就移民了，抛下了谈了6年多的男朋友啊，悄无声息的跟一个英国商人跑了。到英国以后呢，过了几年相夫教子的生活，回头一看国内呢，哎呦喂，以前那些老同事、老同学，一个个日子过得如火如荼的，就连被她抛弃的前男友都已经混成商界大腕了。哎呀，这个悔呀！他本人这心高气傲啊，突然就觉得很失落，觉得自己错过了中国这波发展的机遇，所以就千方百计的劝她老公搬回中国来发展。可她老公没同意啊，是个英国人呢，于是她就又跟当年一样一意孤行，自己先跑回中国来了。表面上看，她现在是个什么国际文化交流组织的主席，忙得不行啊，可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民间组织，连工资都没有。结果好嘛，她这么伦敦、北京2头跑，后院起火了。她老公寂寞难耐呀，偷偷的和一个在酒吧里认识的西班牙女郎好上了。那段时间，她整天找我哭诉，闹着说要离婚。我当时就劝她，我说：“哎呀，行了吧，你男人出轨，当然是他不对，但你想想你自己有没有责任呢？你这个老婆成天待在中国，把他和孩子丢在伦敦，这几个男人受得了啊？”她说：“我不管，我这个婚离定了。”我当时就说：“现实点好不好，姐妹儿？你现在连一份正式的工作和收入都没有，还离婚？到时候英国法院看你没有收入能力、抚养能力，直接把孩子判给你的男人，我看你还是别在国内瞎折腾了，赶紧回家吧，赶紧回英国吧。”结果你知道他说什么？不知道。他哭着跟我说：“金星儿，你知道吗？我那次专门带孩子来看你们舞蹈团的演出，我就想告诉我的孩子，妈妈在中国的朋友都是这个级别的，所以妈妈在中国的生活也应该是这个级别的人。”我当时听了他这句话以后吧，我火大了，我当场就开骂了。我说：“你这个女人活得怎么这么混呢？你在英国好好的相夫教子，干嘛非要回到中国来捞一桶金呢？舞蹈你是跳不动了，娱乐圈你也混不进去了，谁要你呀？醒醒吧，姐妹儿！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风光的你了。”妈呀，姐，说实话，你这话有点狠呐。没办法呀，恶人总得有人来做吧。不狠狠的骂，有些人一辈子都不清醒。他当初功利心移民英国，毁掉了爱情和事业。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再因为功利心的驱使，再毁掉他现在的家庭。姐，他后来清醒了吗？清醒了。其实吧，在国内混了2年以后，处处碰壁，他早就清楚，要想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在中国搏出一片立足之地，已经不太可能了。只不过是碍于面子强撑着。后来他就回到伦敦，要是咱们中国女人还是挺厉害的哈，一手安抚英国老公，一手赶跑了西班牙小三儿，跟
着呢找了个当地的舞蹈社工作，教一帮英国大妈跳舞，也算是发挥余热了吧？啊，回头呢还挺有成就感的，把他教学那个视频给我寄过来，还问我星儿，你看这帮英国大妈跳的怎么样？我看完以后我说，挺好的，跟咱们国内广场舞大妈的水平一样的，真的。姐，我问你个事儿呗，啥事儿？你想没想过移民啥的？想过，想过。我年轻时候差一点就移民比利时了，不过在临门一脚的时候放弃了。为啥呀？还记得之前我说过那个比利时大律师吗？啊，就是那个律师，个子没我高，跟你求爱的时候在那个后座上放了一大堆白色玫瑰花，被你誉为是拿破仑的那个小个子律师呗？没错，你在这方面记性挺好的哈。但有一点你记错了。啥？他比你高一点。我当初想要移民，一度是因为他的缘故。有一次呢，我因为要不要回国的事情跟他吵了起来，没想到就隔天那个拿破仑先生特别认真地找到我谈事，说金星，我考虑很久了，如果你有留在比利时的想法，剩下的事情我可以帮你解决。那个时候我在比利时2所大学里当舞蹈老师啊，时间自由，收入也不错，哎呦，小日子过得滋润着呢。我的朋友劝我说：“多好啊，金星啊，大律师都开口给你搞定移民，你还犹豫个啥呀？”我一想，是啊，就答应了。跟着呢，就委托我这位比利时的男朋友帮我办移民手续。你别说啊，那段时间特别有意思。比利时那个布鲁塞尔城中心嘛，有一个中国城。办移民那段时间呢，我只要走到那个地方，中国城，我就绕着走。为啥？为啥呢？就是尽量不让我自己看到汉字、中国字，因为突然觉得自己要改换国籍了，就尽量不让我看到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字，尽量回避。那种感觉特别微妙，没法描述。你说吧，尴尬也好吧，内疚也好吧，总觉得良心上有点纠结。真的，到后来呢，移民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呢，已经变成一个负担了。想了很久以后呢，我最终决定放弃了。姐，我感觉你还是爱国。倒不是说我有多爱国，而是我内心始终觉得，我在中国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舞蹈团，比我在比利时开个舞蹈学校或做一个艺术总监要更有价值。现在看来，我当初不移民的决定是正确的。怎么说？不老有人质疑我吗？说金老师，你这么敢说话，这么直截了当，肯定是因为你拿了一本外国护照，一有什么事情拍拍屁股走人了。我说我没有，我拿的还是中国护照。为什么今天我能够有底气每个星期站在这个舞台上，推心置腹地跟大家聊天？因为我跟大家一样，我担心的事情就是你担心的，我看不惯的也是你看不惯的。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承担着和分享着这片土地的烦恼和快乐。移民那些事儿呢，今天就说到这里了。接下来是有话问金姐的环节，《芈月传》快播完了是吧？2000年前的女强人的故事引发了不少观众的感慨。有人问我，女人太强是不是件坏事儿？没有广告，我们回头聊。欢迎来到金星手。好，谢谢大家，欢迎来到有话跟金姐的环节。2016年第一个周三，又到了跟大家交流见闻的时间了。来，咱们看看今晚的第一个问题。金姐，最近《芈月传》快要大结局了，据说芈太后最终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但她挚爱的男人走的走，死的死，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难道女强人就应该孤独终老吗？这什么逻辑啊？对吧？芈月一个人孤独终老，不代表所有女强人都得孤独终老啊。如果芈月是一个男人的话，肯定就不会有人来问这种问题了。你掰着指头数一数啊，历史上伟大的帝王有哪个能够和自己的真爱厮守终生的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蒸蒸日上，对芈月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成功。有道理。
金老师，春节近了，又到了考验钱包的时候了。我们老家这边最近2年给小孩封的红包越来越大，没有1000块都不好意思出手，亲戚跟亲戚之间都好像在比赛，吓得我都不敢回老家过年了。请问金老师，您觉得红包到底包多少才算合理呢？给红包啊，本来是一个挺好的风俗，是一种长辈对晚辈的祝福，但现在呢，给着给着就变成一种攀比，一种负担了。在这一点上啊，我倒觉得香港人做的挺好的，红包10元起价，50元收口，走个形式就可以了。所以说，金姐在这里呢也提倡大家立个规矩，以后给孩子包红包啊，记住了，如果图吉利的话，放一个50块钱的啊，象征着明年的郁郁葱葱，多好啊！当然了。炒股的朋友就免了，是啊，要么呢就放个100块钱的，啊，象征着明年红红火火，最多100块钱，别再往上加了，火太旺啊，烧心，啊，姐啊，可以了啊，哎，那你看，这俩哪个是我的？你呀，这个是你的。哎呀，姐，你看这你太客气了，哎呀，你说咱俩这关系，你说你还沉甸甸的，打开。哎呀，这是什么？姐，你给我放2个硬币啥意思啊？2，自己想去吧。金姐，最近钟汉良隐婚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有不少粉丝心碎了一地，还有一部分人觉得结婚了就应该告诉大众，不能欺骗。金姐，你如何看待明星隐婚呢？哼，多大点事儿啊哈！真的。你是粉丝，你又不是民政局，人家结不结婚、生没生孩子跟你有关系呀、还跟你报备呀、现在有些网友真是闲的，我真是看不懂了啊！偶像不结婚嘛，他自己在天天在那歪歪，哎呀，这个和这个应该是一对儿啊，那个和那个应该是一对儿。这偶像一结婚嘛，就开始哭天喊地了，你也太难伺候了吧？啊！金姐在这里奉劝某些粉丝啊，离你偶像演的作品近一点。离偶像的个人生活远一点啊，让你们的偶像啊在台下、银幕后能够有更多的个人空间。金姐，我向谈了5年的男朋友开口借2万块钱，可男朋友竟然要求我打欠条。我说我以后会还的，他却说我从不借钱给别人，借给你已经是信任了。我真的很心寒，姐，你说我该咋办？你比想象更超能，超能金星秀由天然椰轴生产的超能洗衣液冠名播出。金星秀指定医疗美容机构美莱医疗美容医院全球医美专家定制美丽。欢迎来到金星秀。这姑娘啊是来找我喊冤的吗？我觉得她男朋友没什么错啊。但是姐，我感觉这个男的有点不太大气，就普通朋友处5年了，你说2万块钱我就直接借给你呗。那不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啊！沈南，我跟你说件事儿吧。前一段时间啊，我一个30多年没见的老同学，突然打电话问我借3万块钱，说2个月后还我。我说没问题，我就立马给他打过去了。结果这个人从此就消失了。哎呦，我这个心里从那天开始就跟吃了个苍蝇似的。我现在满世界在找他，为的不是那3万块钱，为的是我想问问他。到底为什么堕落到这种地步？30多年的同学和战友，啊，情谊抵不上这3万块钱。所以说，姑娘，写借据这种事情啊，不应该是你男朋友求你写的，而是你应该主动写。没有这张字据，万一这钱出了什么差错呢？最后伤的还是你们俩的感情，明白了吗？任何事情先小人后君子，总是一个好的方法。金姐，我是一名男护士，最近我有些郁闷，工作时给女病人服务，频频遭到拒绝，还对我指指点点，把我当大熊猫一样围观。可是我很喜欢这份职业，金姐，你说我该怎么回应这些患者？等会儿姐，一个小伙子喜欢当护士，有什么不行的呀？女护士细心，男护士劲儿大呀。要知道，当护士也是个体力活，有的时候男的呀比女的好使，对吧？说实话，当初我也想当护士，但我是为了接近女护士。我告诉你，你那个小脑子能不能想高尚一点的东西啊？小伙子啊，别想那么多啊！只要你保持自己的专业态度，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相信病人会逐渐接受你的。
实在碰到那种特别矫情的女病人啊，你就说，啊，姐姐，不要有心理障碍哟，你就把我当男闺蜜就可以哟，对吧？完事儿了吗？好了，今晚的所有话题就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这么晚了依旧守候在电视机前，咱们下周三晚不见不散。大家晚安。